最后，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认识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透过哪些功能和服务来实现刚才提到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多层次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身份保护、先进的网络威胁防护、防范钓鱼和勒索软体攻击方面。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包含了这些防护措施，提供了多层次的保护，涵盖用户身份和存取控制，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能存取工作数据。在任何地方工作的情况下，保护连接到工作数据的设备，防范勒索软体和钓鱼攻击，涵盖设备和应用程式，包括电子邮件和 Teams， 并通过适当的存取控制来保护机密文件。随着居家工作的普及，网络攻击如网络钓鱼和勒索软件的威胁也在增加。我们了解您对此感到担忧。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透过提供与全球许多大型公司相同的企业及服务和保护，来保护您的业务免受这些外部威胁。在即时检查连结方面， SafeLinks 会在用户点击电子邮件或 Office 文件中的网址时，检查该连结是否为恶意网站。如果连结被判定为恶意，用户将会看到警告讯息。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的 Defender 安全附件功能会扫描每一个通过电子邮件传入的附件。当安全附件原则生效时，电子邮件附件会在虚拟沙和环境中打开并进行测试。如果被判定为恶意，附件将无法打开。这种保护同样适用于通过 SharePoint Online、OneDrive 或 Teams 共用的附件。用户冒充保护功能可以防止网络钓鱼攻击和其他恶意活动，这些攻击试图冒充合法用户。这种保护有助于识别和阻止看似来自可信联络人或内部员工但实际上是由网络犯罪分子发送的电子邮件。安全摘要报告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安全状态概览，帮助您识别和解决漏洞，跟踪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并了解潜在威胁和事件。这种主动的方法能够促进更好的决策并增强整体安全性。AI 增强的威胁检测功能使 Microsoft Defender for Office 365能够更好地识别复杂的攻击策略，通过解读微妙的人类语言差异并理解攻击者的意图来主动阻止威胁。当前的网络威胁如勒索软件日益猖獗， Microsoft Defender for Business 提供了一系列先进的安全功能来预防、侦测和应对这些攻击。即时威胁侦测，利用机器学习和行为分析来识别和阻止勒索软件威胁，防止其执行。端点侦测与回应 EDR 端点保护功能监控并保护设备，具有强大的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能力，确保任何恶意活动在其造成危害并扩散到其他设备之前被迅速侦测和消除。先进的防病毒功能和全面的安全措施，这些功能跨越各种操作系统，确保组织内的所有设备无论操作系统如何，都能防御网络威胁，提供全面的安全保护。威胁和漏洞管理，帮助您优先处理和关注对业务构成最紧迫和最高风险的弱点。通过发现、优先处理和修复软件漏洞和错误配置，您可以主动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基础。这些功能共同作用，为您的业务提供全面的勒索软件防护，确保您的数据和系统安全无虞。这是一个自动攻击中断的流程，说明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如何应对攻击。首先，攻击者使用被盗用的 Alice 凭证，试图通过 RDP 投放恶意程式。系统侦测到这一活动，随即终止 RDP 绘画并隔离 Alice。接着，攻击者尝试使用 Alice 的凭证通过 SMB 加密数据，但系统再次阻止了这一行为。当攻击者转而使用备用凭证 Bob 时， Bob 也因关联而被牵连，有效地阻止了任何横向移动。让我们来看看目前在攻击中断方面的实际成果。攻击中断与典型的侦测非常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在平均3分钟内中断勒索软件、商业电子邮件诈骗 （Back） 和中间人攻击。一个月帮助中断7200起事件，并在过去6个月内禁用了16000个被攻击的账户，从而拯救了超过18万台设备。我们采取了保守的方法，达到 99% 的信心，因此误报不再是挑战。举一个客户的例子，一位客户使用 Microsoft 保护其客户和其他资产，
另一家供应商只保护伺服器。攻击者通过10个不同的入口点，使用10个被攻陷的网域用户和3个分散的 IP 进行攻击。攻击者针对大约2000台设备，攻击中断拯救了其中97%的设备。另一家供应商的伺服器不幸被攻陷，客户现在正在用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替换它们。这一切都是默认开启的，无需额外操作。随着生成式 AI 的验证，我们将大幅增加场景覆盖范围。目前的应对措施包括禁用账户、撤销动作、软删除电子邮件、锁定 SAP 账户、隔离账户、IP 和设备。接下来，我们将推出终止 RDP 绘画、禁用 OAuth 应用和云资源的功能。这些措施展示了我们在面对复杂攻击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强调了我们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希望这些资讯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安全解决方案，并为您的业务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大多数企业都会处理各种敏感资讯，如客户信用卡号码、人员个资或是企业运营核心的知识产权。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保护这些资讯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利用资料外泄防护 DLP 功能，帮助您保护业务数据或敏感的客户或员工资讯免于意外泄露。资料外泄防护原则可以通过深度内容分析来识别、监控和保护敏感资讯，即使您的员工忘记应用这些控制措施。它包括预设的范本，可以帮助侦测特定类型的敏感资讯，如信用卡号码或人员个资。它还提供原则提示，通过在 Outlook 中显示原则提示，帮助教育和防止终端用户不小心外泄敏感资讯。使用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您的员工可以轻松加密电子邮件和文件，或施加控制措施，如禁止列印或禁止转发。这有助于您与客户或公司外部的其他人进行安全通讯，确保只有预期的收件人可以阅读消息。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Microsoft Purview 资讯保护。它提供了分类和保护重要资讯并应用适当控制的选项。您可以控制文件是否可以被非员工编辑、列印或查看。这适用于存放在文件共享、SharePoint 或其他地方的文件。您还可以在员工离职后撤销其存取权限。让我们举个例子，小明是联强的销售经理。他建立了公司的年度销售预测，并将其分类为高度机密。这基本上锁定了文件，因为在他的公司，高度机密文件会自动加密，并且只有公司员工可以存取。在小明与他的团队分享文件后，公司的销售人员小强尝试打开文件。当他打开文件时，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会验证他是联强的员工，并为他解密文件。每次存取文件时都会进行这种验证检查。这种保护即使在文件被保存到公司外部时也会保持不变。假设小强将文件保存到 USB 随身碟，然后到另一家公司找到工作。即使小强仍然拥有联强的销售预测档案，但对他来说是没用的，因为当他尝试打开文件时，由于他不再是联强的员工，因此无法解密文件。无论文件和电子邮件的位置如何，限制和保护都会随之保持。在现代企业中，随着自带个人设备 BYOD 环境和居家工作的普及， IT 部门往往无法掌握员工使用的所有云端应用程式。因此，管理员经常担心未经授权的企业数据存取、可能的数据外泄以及应用程式原本存在的其他安全风险。您可以使用云端应用程式探索 Cloud App Discovery 来解决这些问题。云端应用程式探索是 Microsoft Cloud App Security 的一项功能。它使您能够发现员工在组织中使用的云端应用程式，并查看报告以分析您的环境。Cloud App Discovery 会将您的流量日志与超过16000个云端应用程式的目录进行分析。这些应用程式根据超过80个风险因素进行排名和评分，为您提供持续的云端使用、影子 IT 以及影子 IT 对组织构成的风险可见性。使用 Cloud App Discovery， 您可以发现正在使用的应用程式，并通过用户数量、流量或对应用程式的网页请求数量来衡量使用情况。
2. 识别正在使用应用程式的用户。3. 将数据汇出以进行额外的离线分析。4. 优先考虑将应用程式纳入 IT 控制范围，并轻松整合应用程式以实现单一登入和用户管理。在分散的工作环境中，为合适的人员提供合适的存取权变得非常重要。使用 Microsoft Entra ID 的条件式存取，您可以控制何地、何时和谁连接到 Office 应用程式。例如，您可以建立一个原则，在有人尝试从您没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登录时阻止存取，或者使用条件式存取来限制从未经注册且可能存在风险的装置登入的用户。此外，您还可以将多重要素验证与条件式存取原则结合使用。例如，当有人从不受信任的位置，例如您没有生意往来的国家，存取您的工作数据时，要求进行多重要素验证。另外，使用动态群组，您可以帮助减少将用户添加到安全群组或从中移除用户的管理负担。例如，将用户分配到销售群组。使用动态群组自动将用户分配到群组，然后使用这些群组来指派应用程式的存取权。密码是安全防护中的最薄弱环节，没有任何额外的验证，它就是一个漏洞。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如果您只做一件事来保护自己，那就是启用多重要素验证，这可以防止 99.9% 的账户攻击。我们提供更广泛的身份验证选项，以满足您的业务和用户的需求。无密码技术使多重要素的用户体验更便利。微软的无密码多重要素验证包括 Microsoft Authenticator 可以免费从 Apple 和 Android 应用商店下载，支援生物识别、推送通知和一次性密码，适用于任何 Microsoft Entra ID 连接的应用程式。Windows Hello 让您在 PC 上刷脸或指纹登入电脑。FIDO2 安全密钥现在可以从微软的合作伙伴获得，这些密钥以 USB、NFC 卡片或生物识别密钥的形式提供。我们已经有超过1亿用户使用无密码身份验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如果您对启用多重要素验证感到犹豫，有一些方法可以将干扰降到最低，并使其成为用户的平滑过渡。通过适当的存取原则，您可以仅在必要时使用条件式存取提示用户进行多重要素验证。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简报介绍这一点。员工还可以使用自助服务入口进行快速注册和密码重置，降低 IT 支援沉重负担。在行动装置上管理工作资料方面，首先是移动设备管理 MDM， 这通常用于公司拥有的设备。用户需要注册他们的设备到 Intune。这种方法可以套用移动设备原则，例如强制复杂的 PIN 码或密码、远程移除锁定、设备加密等。其次是移动应用程式管理 MAM， 这通常适用于个人拥有的设备，这样公司只需控制公司使用的应用程式。用户可以使用他们的个人设备来存取公司资源。例如，您可以建立应用程式保护原则，以确保企业数据只能保存在商务版的 OneDrive 上，而不是个人存储空间。由于 BYOD 个人装置用于工作的环境， MAM 在中小企业场景中更为常见。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例子。随着远端和混合工作的普及，越来越多员工使用个人移动设备来存取工作数据，您可能会担心您的工作数据是否安全。使用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我们提供多层保护，允许我们在应用程式层级保护数据，而无需传统且复杂的容器化或沙汉技术。我们可以启用应用程式的多重身份使用，将应用程式原则只套用在员工拥有设备上的公司账户数据。套用的功能包括： 1. 应用程式静态加密； 2. 应用程式存取控制 PIN 码或验证； 3. 保存、复制、贴上的限制； 4. 应用程式层级选择性删除； 5. 控管的网页浏览； 6. 安全查看 PDF、图片、影片。Intune 是唯一能够以如此细腻度控制 Office 的移动管理解决方案，而不会影响终端用户的使用体验。使用 MAM 移动应用程式管理，我们在个人数据和公司数据之间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而不影响用户体验。
员工可以使用他们偏好和熟悉的应用程式，如 Word 和 Outlook， 同时 IT 能够保护应用程式和设备中的数据。让我们现在仔细看看应用程式层级原则如何帮助保护公司数据和资讯的安全。我们的用户通过受管控的 Outlook 账户收到一封工作电子邮件，附件是一个包含报告所需资讯的 Excel 档案。用户在其 Excel 移动应用程式中打开附件，以找到所需资讯。然后，他想将资讯复制到他的报告中。但是当他尝试将其贴上到他的个人记事本时，会无法贴上，因为个人记事本不是受管控的应用程式。因为我们应用了限制复制、贴上和剪下功能的原则，这些功能只能适用于 Intune 注册设备的受控管的应用程式。因此，我们的用户打开了由 Intune 管理的 Microsoft Word 移动应用程式，并成功地贴上了他的资讯。现在，我们的用户想将他的报告工作另存副本到他的个人 OneDrive 账户，以便他可以从家用电脑存取它。由于他的个人 OneDrive 账户不是受控管的应用程式，他无法在此处保存档案，因为我们套用了限制保存功能的原则，这些功能只适用于受公司管控的应用程式。因此，我们的用户必须将他的工作副本保存到他的商务版 OneDrive 账户。这意味着当他想在另一台设备上处理这份报告时，该设备必须注册管理。通过使用 Intune 的移动应用程式管理功能，帮助防止重要公司数据的外泄，确保这些资讯不会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传统上，为员工准备一台新电脑需要大量的工作，例如花时间维护和规划自定系统音像档案，然后将其部署到设备上。Windows Autopilot 引入了一种现代化的新方法，可以减少将新设备部署给用户的时间，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都可以快速启动和运行。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只需几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他们的设备准备就绪。用户唯一需要的操作是连接到网络并验证他们的账户。除此之外的所有操作都是自动化的，减少了 IT 的工作负担。利用基于云的服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减少部署、管理和淘汰设备的总成本。1. 自动将设备加入 Microsoft Entra ID。2. 自动将设备注册到 MDM 服务，刚才提到的 Microsoft Intune。3. 根据设备的组态设定文件，建立并自动分配装置到群组。4. 自定公司专属的 OOBE 开箱即用体验内容。总结来说，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有5个极具优势的特点。1. 安全的随时随地工作、沟通和协作。2. 防止未经授权的存取。3. 防范网络钓鱼和勒索软体。4. 保护敏感性资料。5. 在个人行动装置上保护工作资料。以上就是 Microsoft 365商务进阶版安全性解决方案的介绍，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